堂姐抢了他的福运，占了他的大学名额，还害死了疼爱他的家人，拼死同归于尽后，他重生回到福运被夺钱。柳弯弯，你给我吃头孢！是呀，都说头孢就酒，说走就走，没想到是真的。曼宁，恭喜你啊，你很快就能跟家人团聚了。我爸妈不止你爸妈，还有你3个哥哥，你嫂子，你侄子，你女儿。是你？不止我，还有你丈夫张宏宇，你女儿从楼上掉下去的时候还在叫爸爸救命，这的真是可怜。你们害死了乐乐！柳曼宁恨绝，咬着满嘴鲜血，恨不能把柳弯弯吃了。下一秒，她发出非人的尖叫，从床上跌下来，扑向柳弯弯。我杀了你，杀了你！杀我可是天选之女，死的该是你。瞧见这玉镯了吗？你真以为我当初是见它好看，想拿回去仔细欣赏的吗？当然不是，因为这镯子有个大秘密，它不但自带空间，还附赠福运。有了它，我的福运绵绵不断，你的家破人亡可全是它的功劳，哈哈哈哈！是我眼瞎心盲，没及时看清柳弯弯的狼心狗肺，但不代表我知道真相后不算这笔账。柳弯弯害死我爸妈，害死我女儿，害得我3个哥嫂没一个善终。今天我就是死，也要拉上柳弯弯一起下地狱。柳弯弯，去死！柳曼宁猛地睁开眼睛，大口大口的喘气。小子，你醒了。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柳曼宁有些恍惚，察觉到自己是被男人背着后，她下意识伸手去扒拉男人的脑袋，想把他扭过来酌情长相。撒手撒手，臭丫头，想徒手掰断你哥的脖子啊！三哥，不是我还能是谁？撑不住也不知道说一声，活生生给自己累晕了，头还晕不？头晕。柳曼宁迷茫的拍眼，发现身处的环境时，隐约想起来，生平中第一次中暑是17岁那年库下打麦，因为傻被柳弯弯骗走了早饭，自己饿着肚子从早上干到下午3点，结果自然是没撑住。三哥背我去卫生室看了才知道是中暑了，可我不是拉了柳弯弯去死吗？怎么还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是临死前怨念难消，搁置梦回呢？三哥，柳弯弯呢？弯弯，他身体不舒服，在家歇着呢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就是这一天，柳弯弯偷了我妈留给我当嫁妆的镯子。三哥，放我下来，我要回家。回什么家？先去卫生室。不行，先去卫生室就来不及。见他三哥不松手，柳曼宁几乎没犹豫，下意识抬手哈气，挠嘎吱窝一气呵成。哈哈哈，痒痒，臭丫头，住手！哈哈，再挠我把你撂下去了。三哥，快点，我回家有急事。柳弯弯他要偷我东西。什么？他敢？他稳了，别动，哥带你回家。父母过世后，他已经很久没回来了。这回看到，难免有些恍惚，却也只恍惚了一瞬，目光就锁定自己那间房，从三哥背上跳下来，踉跄着跑过去。听到动静，鬼鬼祟祟探头查看情况的柳弯弯，见到突然复返的二人，愣住。柳弯弯，把你偷我妈的镯子还给我！该死的，他们怎么回来的这么快？我好不容易寻到机会，骗过三房，单独留在家里，才拿到镯子，藏起来还没10秒，他们就回来了。什么镯子？什么偷？曼宁，你在说什么？柳曼宁不听他的解释，一屁股坐在柳弯弯的肚子上，掐住他的脖子，一巴掌拍过去。还给我！我没偷。柳曼宁，你疯了？交出来！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曼宁要掐死我！紫藤哥，我也是你亲妹子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哎呦，宁丫头这是要掐死歪丫头啊！疼小子怎么不知道拦着点儿？赶紧把俩人拉开呀！拉什么呀？难得这么热闹。疼小子，你能不能管你妹了？不能管，我们替你教训。刘子腾，你就这么看着宁丫头欺负弯弯妹子，是不是男人？你不管，咱们替你教训。三哥，我看谁敢动我妹儿！几个小年轻瞅着被提溜到半空脚不沾地的同伴，呲了鼻牙，都觉得牙疼，纷纷往后柳三哥哼了声，把两人耸到地上，扭头看柳弯弯，赶紧的，把你偷的镯子交出来。紫藤哥，我没偷，我是看曼宁屋里乱，想帮忙收拾，是他疯跑回来，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打我，冤枉我。我相信弯弯妹子，柳藤子，你妹说弯弯偷了镯子，她就偷了吗？我还说你们兄妹2个合伙欺负人，大家伙说是不是？是啊，柳三儿，有一说一，这是你妹儿做的不地道啊。人家帮忙收拾，还收拾出错了，调给弯弯妹子打的。捉贼哪赃，这红口白牙的，冤枉弯弯妹子是不对啊。平时就瞧着柳曼宁爱欺负弯弯妹子，可也不是这么个欺负法吧？过了呀！可不是，都把人摁地上打，心里是一点没把弯弯妹子当他姐。都他娘的，给老子闭嘴！我妹儿说她偷了，她就偷了。捉贼拿赃是吧？看好了。曼宁，你脱我衣服干什么？我们是一个爷奶的姐妹，你这样让我以后还怎么在村子里活？他一语双关，一让外人觉得柳曼宁做事不讲究，当众扒拉他衣服；二是想通过最后一句话让柳曼宁顾念姐妹情分，做的不要太绝。却没想到柳曼宁压根不吃他那套，一把扯开他的裤腰带，手探了进去，从柳弯弯的裤衩子口袋里掏出了一个手镯。哎呦喂，弯丫头真偷了宁丫头家的东西。平时看着蛮乖巧的，没想到手那么不干净。他妈就是个爱占便宜的重生虫，还是高中生呢，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吧？不是说帮曼宁收拾屋子的吗？把人家东西收拾进他裤衩子里，把偷的东西藏到那里，啧。不是这样的，
这镯子是我捡的。你捡的？在我的房间里捡东西，那叫捡吗？那是偷。三哥，报公安！曼宁，我们一家人的事怎么能叫偷？梓潼哥，你劝劝曼宁不要报警。不说实话是吧？柳曼宁抬起手，准备暴力解决。怎么回事？哎呦，村长来了，大队长也来了。有人看到跟在村长和大队长身后的柳家老太太，忙招呼她。你两个孙女打起来了。弯丫头偷了您丫头家的镯子。嘿，刘老太，你说你怎么教的孙女？贼有！您丫头说要报公安嘞，你们家可摊上大事了。您丫头，看看你像什么样子，起来，放开你弯弯姐。我不起。奶救我！曼宁冤枉我，我没偷三婶的镯子，我只是觉得手镯好看，想拿回去仔细欣赏。不问自取就是道。柳弯弯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脸狡辩？三哥，去镇上找公安来，就说有人偷窃。早上还好说话的面团子，才半天功夫，怎么就像变了个人？不行，现在情形对我很不利，我不能让众人听柳曼宁的一面之词。真报警招来了不该招来的，我就真的完了。我们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柳字的一家人呐，我拿自家的东西看一看，怎么能算偷？赶紧把你妹子拉开！自家是找什么公安，也不嫌丢人。自家人有见过拿东西招呼都不打的自家人吗？不行，必须找公安。柳弯弯猝不及防，好容易压下去的鸡蛋张嘴吐了出去，喷了刘老太一裤管。柳曼宁，你妈平时就这么教你的，对亲堂姐不依不饶，斤斤计较的，怎么非要毁了你弯弯姐你才甘心？见老太太生气，斥责柳曼宁，柳弯弯心中说不出的痛快。她决定乘胜追击，朝自己的好闺蜜使眼色。立刻有人出来煽风点火。偷窃罪可是要坐牢的，刘曼宁，你的心怎么这么狠？就是弯弯都认错了，还非要找公安，这是要逼死弯弯了。东西又没丢，较什么真儿啊？自家人宽容一些不？他竟然重生回到了16岁。上一世堂姐抢了他的福运，害得他家破人亡。重生回来怎么可能让他再陷害自己一次？很好，都是跟我有仇的，不离间一下你们，都对不起我梦这一回。二春姐，你丢的手绢找到了吗？荷叶姐，你对象送你的手表是不是不见了？青梅，你新买的珍珠发夹丢了吧？柳曼宁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他偷的。你胡说，我什么时候？你把手表藏在枕头里准备卖掉，珍珠发夹去镇上的时候带了一次，担心被发现，换了5毛钱。对了，那手绢被你做成了鞋垫，这会儿正垫着。说着，柳曼宁开始脱柳弯弯的鞋子。曼宁，你冤枉我，我没有偷。没偷你心虚什么？二春姐，真是你的手绢。那我的手表。柳曼宁指了指柳弯弯的房间，女孩飞一样冲进去，片刻后抱着一个枕头出来，从里面掏出来的正是一块精致的女款手表。乖乖，这可是价值100多的东西，真是他偷的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刚才还叫嚷着不是他偷的，转眼就打脸了。柳弯弯，枉我把你当姐妹，报公安！我要报公安！爸，报公安，把他抓起来！大队长脸色阴沉，因为手表丢的事儿，未来亲家母没少给他们2口子脸色瞧。他冷冷看了眼柳弯弯，看向村长柳白山。白山叔，这事不能纵容，报公安吧。不能报，报上去咱们村今年的先进就丢了，不但会被邻村人骂，该分配给咱们村的拖拉机肯定会被别村抢走。他这话一喊出来，大队长的脸色更难看了，正指着他鼻子说难听话的村民也都停下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大家伙判了2年，今年再拿1年先进，村子里就能分到1辆拖拉机，一村的人都指望着拖拉机分下来，谁坏是谁就是一村人的公敌。一时间，大家看柳曼宁的眼神又变了。哎呀，那是不能报，东西既然找回来了，宁丫头就别报公安了。多大点事，怎么就非要找公安？拖拉机没了你负责吗？咱们等了好几年了，可不能让隔壁村把拖拉机抢了。宁丫头，让你弯弯姐给你认个错，这事就算了。对对，你们都是亲姐妹，可不能太自私，一点姐妹情分都不讲。柳弯弯，你知错了吗？以后还犯错吗？我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不犯错了。曼宁丫头，你都听到了，你弯弯姐知错了，你的镯子也拿回来了，这件事到这儿为止。以后她要是再犯错，我一定亲手送她去镇上报公安。柳曼宁看了眼村长，视线落到眸底带着挑衅的柳弯弯身上。他以前真是小看了柳弯弯，这哪是温婉可人疼的小白花，分明是诡计多端、能屈能伸的蛇蝎美女蟒。他不发一语，弯腰掐住柳弯弯的脖子，猛地用力。我的梦，还轮不到柳弯弯掌控大局，柳弯弯必须去死！柳曼宁疯了，救命！柳弯弯尖叫一声，双手奋力拍打柳曼宁的手背。柳曼宁吃痛，眉头紧蹙。这梦做得太真实，我居然能感觉到疼，难道这根本不是做梦，而是重生？重生回了16岁。一愣神的功夫，他被人掐着胳膊拽到一旁。王八犊子，放开我们儿，小子，他们抓疼你了。柳曼宁点点头，看着三哥急得想跟人干架的模样，伸手掐了他一把。刘子腾腾的嘶了声。柳曼宁清醒了，做梦不会疼，他是真的重生了。好，我可以不报公安，但这件事不能这么轻易算了，不然以后别人有样学样，
咱们村这仙境早晚得被人毁了。那你想怎么解决？第一，柳弯弯要当着全村人的面说出他偷镯子的事实，并向我道歉，以示惩戒。不行，村长爷爷，他不配合，我就只能报公安了。咱们村这仙境，柳弯弯怎么这么不识好歹，非要把咱们村的仙境做没啊？这是宁丫头好不容易松口，她又做什么？这件事我应了，明天大柳树下开村民大会，让柳弯弯当众给你道歉，不道歉就滚出柳家村。第二，还有曼宁丫头，适可而止。村长爷爷，我只是想让柳弯弯把他偷东西的经过写出来，并保证以后不再偷，这不过分吧？这哪是保证书，这分明是认罪书，这是给柳曼宁一个把柄。有这认罪书在，我只要行差踏错一步，就会被柳曼宁抓住做文章。可恶，这死丫头今天到底是怎么了？跟疯狗一样咬住我不放。不行，这保证书不能写。曼宁，我当着全村人的面给你道歉还不够吗？我们是亲姐妹啊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赶尽杀绝？让你写以后不再偷东西的保证书，是对你赶尽杀绝。村长爷爷，你看柳弯弯他不认错不写保证书，他不想保咱们村的先进，到时候拖拉机肯定会被别的村抢走。拿纸笔，让他现在就写，多写就滚。我写。柳三哥拿了纸笔过来，丢给柳弯弯。柳弯弯趴在院中的石桌上，开始写保证书。柳曼宁在一旁监督，不时点点桌子。这里不对，是你趁我们不在家偷入我房间，不经我允许偷走了我妈送我的陪嫁镯子。别说你是进屋帮我打扫卫生的，这么多年你什么时候帮我扫过？也别说你是拿回去欣赏，不问自取就是偷。你敢写拿回去欣赏，我这就去找公安。等他写完，柳曼宁又拿笔涂到他手指上，让他摁手印。柳弯弯气得直哆嗦。不摁是吧？三哥，去镇上。我摁。曼宁，你以前很善良的，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咄咄逼人？我的善良对应善良的人，你配吗？好了，事情解决了，都散了。让你姐成了全村人的笑柄，你满意了？他自己偷东西，凭什么怪我妹儿？来，你再偏心，我这就去叫村长回来，咱们再说道。小四别怕，闹翻就闹翻，三哥帮你，整不死那死丫头。他不会让柳弯弯那么快死，太便宜柳弯弯了，嫌是他所承受的痛苦，他要柳弯弯也受一遍。手背忽然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，柳曼宁眼前一黑，跌入黑暗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柳曼宁睁开双眼，看着眼前的景色，震惊的说不出话。一眼渴望到头的空间内，有一座破旧的小木屋，一块不足3分的黑土地，一口鼓鼓冒着氤氲之气的泉眼。这就是柳弯弯说的空间。走进小木屋，小木屋内摆设简单，只有一张单人床和靠窗的一张书桌，书桌上还放着一本说明书。柳曼宁好奇的拿起来，才发现是空间升级手册。他现在所处的空间是最低等的，想要升级就要不断做任务。1级空间升2级空间需要10个积分，积分通过种植植物、养育动物获得。柳曼宁眨眨眼，看了眼外头的3分地，再看眼手册。手册上并没有说种什么植物，应该种什么都可以吧？小麦刚下来，要不种几颗玉米试试？也不知道1分地能得几个积分。阿宁怎么样了？柳曼宁放下手册，从小木屋出来，急切的想见柳母，可他怎么出去？他刚这么一想，眼前豁然一亮。小四醒了。柳曼宁从床上爬起来，看到年轻了10几岁的柳母，眼泪夺目而出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头还疼？柳曼宁摆头扑到柳母怀里，想到柳母为救他惨死，心口一阵锐疼。好了，没事了。小四怎么委屈成这样？老三，怎么回事？还不是柳弯弯闹的。谁让你烂好心去他屋里扫地的？你说你是不是犯贱？还真是癞蛤蟆亲青蛙，长得不花完的花。柳弯弯深夜跟柳曼宁对象钻小树林，被柳曼宁带着村里长舌妇抓了个现行。你个不省心的玩意，不知道他的东西金贵吗？你还手贱拿他东西看，他不念你们一个爷奶的情分，把你当贼抓起来也是你活该。小四，你别听大伯娘胡咧咧，你今天没做错，柳弯弯偷你的东西，他就是个贼。他偷了小四什么东西？镯子，咱妈留给小四陪嫁的。平日你总觉得他千好万好，这回倒是迷瞪过来了。对不起，二哥。傻丫头，哭什么？以前哥哥看你的面子给他几分好，闹翻正好旧账新账一块算。对，跟他算总账。柳母迟疑了片刻，看着女儿略显苍白的脸色，抿了抿唇，没出声。柳曼宁想从柳母怀里起身，被柳母轻轻揽住。二哥，小四肯定被柳弯弯欺负狠了，咱们不能轻饶了他。我一片好心，是曼宁他疯了，非说我偷了他东西，一家子姐妹毁了我的名声，他又能落到什么好？兰州哥、紫藤哥，你们快劝劝曼宁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他这么做见我，你们也跟着丢脸。柳弯弯，你过去给你三婶子跪下，他不原谅你，你就跪到死。你名声被曼宁败坏，你也只能自认倒霉。谁败坏他名声了？分明是他偷我妹镯子，被我们抓了现行。叫你手贱，
看人家镯子干什么？你要是偷到手了也算你的本事，东西没偷到还背个偷东西的罪名，被人指指点点戳脊梁骨，你不嫌丢脸我嫌丢脸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不把保证书给我要回来，让你婶子松口，放弃明天的道歉，你就给我吊死在这算了。还要不要脸了？不给！我妹的东西就是金贵，刘弯弯手贱偷东西被抓，丢那么大个人，确实活该。大伯娘骂得对，大伯娘想让柳弯弯去死，我们不拦着，是跪死是吊死都随你心意。不过你们要是拿死要挟我们，老三拿着保证书立刻去镇上找公安，让他们来给大伯娘讲法。好嘞，不可以，不能让公安来。你们就不怕坏了村子的先进吗？是我们坏的吗？明明是大伯娘以死相逼。柳二哥双手环胸，一副无赖的无奈样。柳三哥险些笑出声，被兄弟俩掐住了7寸，母女俩对视一眼，愤愤鸣金收兵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蠢东西？你平时那点聪明劲儿都哪去了？疼！柳弯弯躲了2下，委屈的红了眼睛。他本来想求刘老太出面，谁知道刘老太害怕真被村长赶出柳家村，不松口。他没办法，才跟他妈演这么一出，想逼心软的三婶松口，又被柳二、柳三坏了事，一时恨得牙痒痒。对了，展宏宇。谁？展宏宇？我去找他来，他是我跟柳曼宁的高中同学，柳曼宁喜欢他，他喜欢我，我让他来找柳曼宁，柳曼宁肯定会听话交出保证书，明天我也不用在全村人跟前丢脸了。那你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的！展宏宇喜欢你是他的事，你给我放聪明点儿，你以后可是要嫁有钱人的，除非比那个玉南楼更有钱才行。柳弯弯忙嘘了声，大伯娘朝窗户的方向看了眼，摆手道：听不见，远着呢。我说的话听到了没？我知道，南楼哥长得好看，家里有钱，现在还进了研究所。展宏宇就是一下乡穷娃子，我是傻了才会跟他在一起，我就是利用他而已。妈，你放心，我心里清楚着呢。也就柳曼宁这样的蠢货才把展宏宇当宝。等到天擦黑，没人注意大房，柳弯弯才寻了个空隙跑去知青处找人。两人也不说话，碰了的眼神一前一后去了平时常见面的小树林。宏宇哥，弯弯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没再让你受委屈了。你放心，我明天一定让柳曼宁给你道歉，让他赔你1个月的鸡蛋。想到被柳曼宁做吐的那口鸡蛋，柳弯弯恶心的干呕了一声。不行，柳曼宁害我丢那么大人，只道歉赔鸡蛋太便宜他了。那你想怎么做，我都听你的。宏宇哥，你不是一直想回城吗？等会儿我把他骗来，你们生米煮成熟饭，三叔一家肯定会想办法送你回城的。好，我都听你的。等我回了城，就把他踢了，8抬大轿娶你去城里。宏宇哥，你对我真好。展宏宇舔了舔发干的唇，看着柳弯弯笑颜如花的白嫩脸蛋，也低头亲了上去。宏宇哥，你好坏。乖，给我亲一口就一口。两人干柴烈火，丝毫没注意小树林外聚集了不少人。柳曼宁瞧着火候到了，举起拿了一路的手电筒，啪一下推开，刺眼的灯光瞬间聚焦在2人身上。展宏宇的脑袋正埋在柳弯弯雪白的肌肤上。关了。妈呀，展知青不是曼宁的对象吗？真不要脸！就是曼宁这丫头真倒霉，下午被柳弯弯偷了嫁妆镯子，这会儿又被柳弯弯抢了对象。可不，这孩子还担心柳弯弯怕黑，拿了手电筒接她回家吃饭。柳曼宁，你在干什么？这话应该我问堂姐吧。弯弯姐想干什么？弯弯姐明知道展宏宇是我对象，还跑来小树林勾引他，你就这么喜欢他吗？我没有，你瞎说。柳曼宁压根不给他开口的机会，豁然转头，泪眼婆娑地望着展宏宇。你这个渣男，你既然喜欢柳弯弯，为什么还要跟我谈对象？我恨死你了！我不听，你们都欺负我！他转头跑出小树林，扑到一个胖乎乎的大妈怀里，嚎啕大哭。林婶，我好难过啊！他们合伙欺负我，我要10里8村笑话死了！林婶顶着熊熊燃烧的八卦火焰，正义感很足的对小树林的2人破口大骂。玩意儿，早就看出你们不是好东西。展知青做事不地道，跟曼宁谈着还勾引人弯弯，呸！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柳弯弯不上赶着送，人家能亲到他，真恶心。柳曼宁虽然背对小树林，手里的灯却一直照着2人。展宏宇被骂得抬不起头，柳弯弯想发挥自己的哭功，可惜柳曼宁带来的都是村里的长舌妇，没人吃他那一套。林婶，你们别说了，既然他们互相喜欢，那我祝福他们。重生回到福运被抢钱，堂姐居然跟我对象搞在一起，2人深夜钻小树林被我发现，看我如何手撕绿茶和渣男。柳曼宁哭唧唧了2声，转身跑了。他关了手电筒，仰头望了眼满是星光的天空，笑了。明天是个晴天。没多久，柳弯弯狼狈地跑回来，进门就叫柳曼宁。那个坡附近，给院子里正蹦跶的鸡鸭鹅都整不敢动了。你又欺负你弯弯姐了？乃不先问问柳弯弯做了什么？小四，柳弯弯又欺负你了？他想把我骗到小树林，让展宏宇给我生米煮成熟饭，结果他们2人搞在一起，被我和林婶他们抓了个现行。什么？你胡说，我没有。
是你害我的，你怎么不说？我说什么？说展宏宇把你胸脯亲得吧唧吧唧响，说你俩衣服都脱了，不是我拦着，你们都想现场造小孩了。伤风败俗，丢人现眼。弯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奶奶，柳曼宁她害我只是找宏宇哥帮忙要保证书，我没有。刚才曼宁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柳弯弯想否认，可林婶那些人肯定一晚上都宣扬的满村人都知道，他想瞒都瞒不住。看他的样子，刘老太已经猜出9分，气得不行。你真是疯了！眼皮子浅的东西，我跟你怎么说的？你个不要脸的，展宏宇那个穷鬼，你居然跟他！妈，我也不想的，他非要亲，我只是想给展宏宇一点甜头，让他死心塌地给我卖命。等收拾了柳曼宁，拿到手镯，再随便找个理由耍了他。我计划的好好的，都怪柳曼宁。柳弯弯脑子转得极快，随即眼睛一亮，偷偷掐了自己一把，哭了起来。曼宁，我知道你恨我拿了你的镯子，但你不该这么污蔑我啊！明明是展宏宇强迫我，你不说帮我，还带着一群长舌妇围观，你让我以后怎么活啊？你说你是被强迫的？奶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只是想让展宏宇找曼宁要保证书，我只是觉得丢人，从没想过跟展宏宇有什么。展宏宇是曼宁喜欢的人，我怎么可能跟他抢对象？柳曼宁斜了眼院门外鬼鬼祟祟的人影，突然笑了。二哥，展宏宇这算强奸了吧？你说报公安的话，强奸罪会怎么判？会被枪毙。展宏宇气冲冲走过来，怒视柳曼宁。弯弯怎么会有你这么心思恶毒的堂妹？柳曼宁，我要跟你分手，你也不用拿报公安的话吓唬我们。我跟弯弯是互相喜欢，我们是自愿的。弯弯，我不想再委屈你了，回城的事我再想别的办法。宏宇哥，你别胡说，曼宁吓你的，你是他对象，他怎么会去报公安？他亲你胸脯的时候就不是了。展宏宇口声声说喜欢的人可是堂姐你，堂姐一直把他往外推，难道你不喜欢他？他是一厢情愿。弯弯喜欢我，他说过的。我没有，我不喜欢他。弯弯，你喜欢我，你亲口说的，那次在床上。床上，我爹乖乖都上过床了，搞破鞋啊这是。放在以前要拉出去进猪笼的。闭嘴，谁跟你上床了？展宏宇还要说什么？看到柳弯弯泪水连连，终于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。他愤慨地瞪了眼柳曼宁，跟看热闹的人解释：我跟弯弯是清白的，我们没有突破最后一道防线。哦，那就是其他该做的都做了，你们还真清白。展宏宇脸色青白交错，气得直叫柳曼宁，被柳三哥一脚踹到了地上。我妹儿的名字也是你叫的，王二东西人饭不吃偏去吃屎，快滚！小四别难受，回头二哥让你二嫂给你张罗镇上的好小伙，保证比这展宏宇好上千百倍。好。柳二哥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，确定他是真的放下了，也跟着露出一抹宽慰的笑，抬手揉了揉妹妹的头发，像小时候哄她那样。小四乖。这话像一个开关键，让柳曼宁瞬间想起二哥瘦成一把骨头，躺在病床上还在担心他，临死摸着他的头哄他。他这么好的家人都被柳弯弯害死了，他怎能不恨？柳曼宁咬着唇，泪意涌动，他目光掠过哭得楚楚可怜的柳弯弯，只一瞬便收起眼泪，眸底一片冰凉。柳二哥心思细腻，自然没错过他的小动作，看到妹妹眼中含泪又硬生生忍下，不知道受了多大委屈的模样，心疼的不得了。再看柳弯弯哪都厌烦。奶奶，大伯娘，你们可得抓紧点儿，这亲事再不办，保不准两人把持不住，年底就给你们添个外孙、曾外孙。林婶儿，您说是不？可不是，这小年轻干柴烈火的，就差最后一步了，那说不好就……展宏宇、柳弯弯都被你摸干净了，你不娶她可就只能去死了。我娶，我一定娶，看你怎么管的家。到时候喝喜酒要来啊？一定来，哈哈，恭喜恭喜！刘老太冷着脸推了柳弯弯一把，柳弯弯捂着脸哭啼啼跑回了屋。大伯娘气哼哼的撵走了林婶等人，对展宏宇更是拳打脚踢。野犊子玩意儿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是镇上有工作有房子，还是家里亲戚有权有钱有势？你自己就是一滩烂泥，还想娶我家弯弯？你少给我做梦，滚！方婶，我是真爱我。奥你麻痹啊！你走不走？不走我打死你！展宏宇哧溜一下从地上爬起来，一边往外跑一边叫：我一定会想办法娶弯弯的。再让我看见你，我打死你！柳家成了全村人的笑话，你满意了？柳曼宁好笑想反对，被柳母拦住。妈，让柳家丢人的不是曼宁，不是他会闹出这么多事，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他非要闹得沸沸扬扬，让全村人指着爹娘的脊梁骂他。三婶，你可真教养出了一个好闺女。我确实教不出一个偷堂妹陪嫁的闺女，也教不出一个抢堂妹对象的闺女。他大伯娘你是怎么教养的？阿宁不怕，这2件事你都没做错，是吧？他爸。我们阿宁没错。柳二哥与柳三哥一左一右站在父母身后，4个人护着坐在中间的柳曼宁。院子里安静的只有动物的叫声。柳老太看了眼3儿子，视线扫过护犊子的一家人，脸色很不好看。
没再多说什么。吃饭。重生回到16岁，堂姐偷我镯子被我发现，还深夜和我对象钻小树林，结果被我和村里长舌妇抓个现行。重生回来，我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她？耶，我可怎么办啊？我一辈子都被曼宁给毁了，我不想嫁给展宏宇。别怕，你不想嫁给展宏宇，那咱就不嫁，这点奶还是能帮你的。耶，你对我真好。奶这条命是你帮着捡回来的，奶活着还能帮衬你，等奶走了，你可怎么办？都那么久的事了，奶怎么还记着？没你哭那2嗓子，奶坟头上的草这会儿怕都搁时茶了，怎么会忘？柳弯弯机灵的打了个冷战。怎么了？他压下心底的惊颤，扯出一抹笑。没事，刚有风吹到胳膊了。刘老太也没多想，叮嘱他赶紧吃饭就走了。他前脚走，大伯娘后脚就进来了。咋样？你奶怎么说？奶答应帮我，我不用嫁给展宏宇。我找展宏宇是想解决保证书的事，结果想解决的问题没解决，还差点把自己搭进去。而且我下午刚偷了手镯，柳曼宁怎么会那么好心拿着手电筒去接我吃饭？他八成是看到我出门，偷摸跟过去的。哇，你知道柳曼宁拿手电筒去接我吗？你奶喊摆饭的时候，他就不在，没听说？难道他是故意的？他肯定算准了我会去找展宏宇帮忙，可我跟展宏宇的事你都不知道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你还有脸说？你怎么跟我说的？找对象也要找玉南楼，展宏宇那一滩烂泥，你居然让他占你便宜？南楼哥在京城，不会知道这里发生的事。对，他不能知道的，这夜长梦多的，我真怕三房那边知道。弯弯，你找个机会去京城，先把他拿下来，等他跟你结了婚，咱们就什么都不怕了。柳曼宁那个镯子，我一定要拿到手。你还怎么拿？那么好的机会你都没抓住，三房有了防备，还能轻易让你再得手？没有镯子，南楼哥不会娶我的。那我把你大哥找回来，咱们一起琢磨琢磨。那你明天这当着全村人面念保证书的事怎么办？我有办法。柳曼宁一家人回到房间。二哥，明天我想去一趟镇上买点东西，二嫂的自行车能借我骑一下吗？我带你去，几天没回家了，顺路看看你二嫂。刘母一脸柔和，拿针在头发上抿了一下，看丈夫。柳三树立刻起身，从墙角的衣柜里取出一个手帕包，递给妻子。刘母拿了10块钱出来，一张给柳二哥，一张给柳曼宁。妈，我这有钱呢，我给小四买。你有是你的，我们还没到要你帮我们养孩子的份，这钱你拿着，既然回去，就买点好东西，带芳华一起去她娘家看看。还是妈想的周到，谢谢妈。谢谢妈。第二天天不亮，兄妹俩就起了。没多久，大房传来一声夸张的尖叫。哎呦，我的弯弯啊！弯弯怎么了？妈，快送弯弯去医院，弯弯要不行了。耶，我害怕。昨天还好好的，怎么就烧成这样了？还不是给三房逼的，一家子的事，镯子他们也拿回去了，非要弯弯去念什么保证书。要不是为这，弯弯昨晚能去找展宏字吗？能会被展宏宇欺负占便宜吗？这孩子肯定连惊带吓出毛病了。我可怜的弯弯啊，他们这是不给你活路啊，可心疼死妈了。行了，闭嘴！你疼不疼你闺女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刘老太没理他，叫自己大儿子大山骑车带你闺女去镇医院。柳大山忙上前背起柳弯弯，在院子里没看到车，扬声叫柳三树：“老三，你家自行车呢？”妈，家里那自行车是三房的，他们不让用咋办？方爱玉，再让我听到你挑拨他们兄弟感情，你就给我滚回你娘家去！老东西。大伯，车没在家，二哥天不亮就带着小四去镇上了。你们要用车啊？可以找大队长借。看我，柳弯弯偷了荷叶姐的手表，大队长指定不会借给你们自行车的。村里可就这么2辆自行车，那咋个办？人命关天啊！你们三房心怎么这么狠，连个自行车都不借？哟，弯弯怎么烧成这样？不会烧成傻子吧？柳三哥一点不掩饰自己的幸灾乐祸，视线飘到竖立在墙角的架子车，笑眯眯的出主意：“大伯，架子车闲着，要不推着架子车去镇上？”大山，去吧，我来帮忙。柳三哥大步走过去，把架子车架到轮子横杆上，掂了掂，油总嘎吱，我上点油。他不嫌麻烦的拿来油点在轮子上，手还伸到车床下面试了试牢固度。这下好了。子腾，你是个好哥哥，弯弯做的不对，回头大伯说他。那我陪大伯一起去吧，正好接二哥和小四。大伯，你记得带钱。柳大山憨憨的叫刘老太，刘老太皱着眉掏了5块钱给柳大山。钱要是不够用，你让子腾回来拿。路上不时拨一下柳弯弯的脑袋，把他的嘴朝向一个固定的位置。柳弯弯虽然烧得厉害，但还没傻。车上一股子屎臭的味道，他强撑着睁开眼，强烈拒绝。子腾哥，臭啊！柳弯弯，屎好吃吗？肯定好吃，不然展宏宇怎么非要吃你这坨屎？说完，按住柳弯弯的头，凑近车缝隙内他呼的那坨屎上。咋吐了？柳三哥看了眼柳弯弯沾着的黄色物体，
大伯，弯弯这是怀崽了吧？我没有。弯弯，你怎么这么不检点？柳大山痛心疾首，闷头吭哧吭哧往前走。回头爸活出脸去问问展宏宇，看他还愿意娶你不？他要是愿意，你就嫁给他。懒，我不要嫁他。你都跟他有了孩子，他不嫌弃你，你还挑什么？真是光屁股拉磨，转着圈丢人了。柳弯弯为了不念保证书，想尽办法生病去医院，以为能躲开，结果路上被刘子腾按着吃架子车上的屎，被亲爸冤枉怀孕，被医生护士冷嘲热讽，回来还是没躲开。女孩子家家的，总要嫁人的。你既然怀了他的孩子，爸怎么都会想办法让他娶你的。大伯说的对，是男人他就该负责任，他要是敢不娶，看我不打断他狗腿。刘子腾，柳弯弯烧得头晕目眩，气得眼睛都要瞪出眶了。偏他亲爸柳大山对着败坏他名声的柳三哥还一脸感激。好孩子，弯弯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，你还帮着他啊！我没有怀孕，我也不要嫁给展宏宇。他终于把这句话说完整了，可唇边黏腻的感觉让他难受。柳弯弯下意识舔了舔，下一秒，怎么吐这么厉害？他妈怀他的时候也没这么大反应啊！大伯娘整天下地干活，身体结实，弯弯被奶娇养着，太弱，以后生孩子可是要吃大亏了。对，你奶就是太宠他了，什么活都不干。不行，回头我得去跟你奶说说，得让弯弯下地干活。大伯对弯弯真好。柳三哥笑眯眯的瞥了眼柳弯弯，一脸你开不开心？我反正挺开心的表情。刘子腾，这孩子怎么跟你子腾哥说话呢？柳三哥给了柳弯弯一个笑脸，手摁着他的头又凑近了那抹黄色物体上。兄妹俩到镇上时，天色已经大亮。二哥，我记得二嫂喜欢吃前面那家油条跟豆腐脑，你带一些回去吧。柳二哥应了声，在摊子前停车，买好东西。兄妹俩约好碰头的时间，兵分两路。柳二哥骑车回家，柳曼宁捏着油条，一边吃一边顺着大街往供销社的方向逛。空间里的土地只有3分，多尝试几个品种，看看空间更适合什么。走了一路，也没有发现需要的。就在他放弃，准备去供销社碰碰运气时，一阵吵嚷的内容吸引了他。宋老拐，你是腿折了，脑子也折了，还人参苗？你怎么不说这是蟠桃树的苗？哈哈哈，他还说这些都是药材苗。什么年代了，还有人卖药材苗？你敢卖？你看看有人买吗？宋老头，可别折腾了，谁会有你们宋家的手艺，养不活的。人参苗，柳曼宁心动了，心动不如行动。柳曼宁拐了道，站到了他们面前。老伯，这人参苗怎么卖？1块1颗。你怎么不去抢？柳曼宁犹豫了一会，掏出1块钱买了1颗。宋老拐见他真的要买，才抬头着他，见是个不大的小姑娘，眉头一皱，不卖。为什么？他想找会种的人买，不懂行他不卖。咱们这哪听说过会种这玩意的？可不是，这苗都年满了，也不知道他教的什么针，真是脑壳有帮。宋老拐不动如山，柳曼宁想了想，蹲下身，拿出1块钱递过去。老伯，人参苗难得，死了未免可惜，要不我先种颗试试？种不活不退钱。银货两讫，这道理我懂。宋老拐这才慢吞吞的嗯了声，伸手接了钱。柳曼宁一喜，忙去拿那颗蔫了吧唧的人参苗，谁知手还没碰到，被人打了1巴掌。那颗不是，这颗。这已经死了吧？宋老拐没看他，塑料布一卷，夹着没卖出去的药材苗，一瘸一拐的走了。围着他的人一窝蜂全散了。我是被骗了吗？是吧？不远处，坐在小轿车内看着一切发生的男人摆头失笑。他打开车门正要下车，另一边的车门忽然打开。南楼，老师的电报，让我们即刻回京。男人接过，看了眼电报，又抬头看了眼近在咫尺的女孩，轻叹一声：走吧。要不你先去跟他打个招呼，咱们也不差这点时间。忙完这段，我会休个长假。那也好。听到轿车发动离去，柳曼宁转身去看，隐约与车内一道视线碰在一起。他没看清车内的男人，车内的男人却将他看得清清楚楚。他的小姑娘终于长大了。柳弯弯到镇上时，胆汁都吐出来了。他以为到医院就好了，谁知在镇医院只有半天，全医院的人都知道了他不知检点，抢了堂妹的对象，还跟人在小树林玩造人游戏的事。他争辩无能，愤而去做产检。好不容易等结果出来，他拿着没怀孕的单子想证明自己的清白，谁知护士压根不买账，私底下跟同事八卦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抢了别人对象，还做产检。谁家黄花大闺女去做这个？可不是，也不嫌丢人。他在镇医院硬熬了一天，以为躲过了当全村人念保证书的事，万万没想到，第二天柳大山接他回去的时候，直接把架子车拉到了村东头那2棵大柳树下。他把手里拿着熟悉的保证书，憨憨的笑着递给他。弯弯，昨天你生病耽误了，你子腾哥特意跟村长和大队长求情，给你改到了今天，赶紧上去念了，别耽误乡亲们上工。我要是不念呢？我忍着冷，在冷水里被冷风吹了大半夜，把自己弄发烧，忍着恶心，被刘子堂按着吃架子车上的屎，甚至被亲爸冤枉，被医生护士冷嘲热讽。为了躲开念这个鬼保证书，我都咬牙忍了。现在告诉我还要念，那我遭受的那些折磨与羞辱怎么算？我不念，死都不会念的。大伯，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弯弯被奶宠的，压根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。
你这孩子怎么那么不知好歹？快跟你三哥认个错，上去把保证书念了。一村子的人都等着你呢。爸，我才是你闺女。爸都是为了你好，听爸的，爸不会害你的。我不要。哎，大伯，弯弯被奶宠坏了，不会听你的话的。弯弯，你真的不听爸的话？磨叽啥呢？还念不念了？赶紧念啊！咱们还等着上工呢。底下有人出声叫嚷：“大伯，我来劝劝弯弯妹妹。”刘子腾，你敢让我念，我就把你在架子车上对我做的事告诉奶，把你污蔑我怀孕的事也告诉奶，你们一家都别想有好日子过。刘子腾，你敢让我念，我就把你在架子车上对我做的事告诉奶，把你污蔑我怀孕的事也告诉奶，你们一家都别想有好日子过。你去说，看我带不带怕的。柳三哥按住柳弯弯的头，示意他看某个方向。看到了吗？我二哥身边跟着的人，是我二嫂知道有人欺负他小姑子，刻意托他叔找的熟人。柳弯弯目光落在柳二哥手中把玩着的手铐上。知道我二嫂他叔是谁吧？你今天念了保证书，他就是来做客的客人，你不念，他就是抓小偷的公安。子腾哥，我也是你妹妹，你非要把我毁了吗？妹妹，小四把你当姐姐，你与展宏宇商量要毁他清白的时候，想过她也是你妹妹了吗？怎么还有脸说出这样的话？柳弯弯说不出反驳的话，总感觉从他偷手镯开始，事情的发展就不受他的掌控了。怎么办？真的要念吗？不念他脸上还有张遮羞纸，念了他身上可就要被烙上小偷印记了。他咬牙强撑，两兄弟却不愿意继续跟他耗下去。柳二哥朝柳三哥使了个眼色，柳三哥施然开了口：“给你10个数，不上去我们就抓人了，到时候再加上一个与展宏宇合谋设计害人的罪，你说会判多少年？”说完，不给他再说话的机会，数道：“10、9、8、3、2。”柳弯弯豁然抬头，一口气险些没上来。他怎么也没想到刘子腾这么阴险，10个数还这么偷工减料，这是多想毁了他。我念，我还挺想去探监的。柳弯弯咬了咬牙，压住心底的颤抖，自己给自己打气。稳住柳弯弯，念个保证书而已，南楼哥离得那么远，他不会知道的。等我拿到福运手镯，就离开这鬼地方去京城。他接过保证书，走到柳树中间的高台上，大队长贴心的把村里唯一的大喇叭挪了过来，把话筒对到柳弯弯脸上：“念吧。今天在这里，我要向曼宁道歉，对不起，我不该不经允许进曼宁的房间，拿走他妈留给他的陪嫁手镯，我的行为是不对的，请大家不要学。不问自取是未偷，不要漏了重点。”底下一片哗然，柳弯弯那些男粉看他的眼神像看火星人。我不该偷30给曼宁的陪嫁手镯，行了吧？刘老太与大伯娘听到大喇叭响赶来时，柳弯弯已经念完了。看到刘老太，他眼圈一红，扑进刘老太怀里，晕了过去。给刘老太心疼的看柳家三房的眼神都要化为菜刀，抡过去砍人。柳三哥无所谓，柳二哥把手铐还给身边男人。多谢你走这一趟，改天回去请你喝酒。那我等你。送走男人，兄弟俩去地头会合。看到兄弟俩过来，刘母抬起头，小声问：“忙完了？”大妈，奶这心真是偏的没变了。你们是没看到柳弯弯晕倒的时候，他那个眼神好像要杀了我跟二哥。这次是小四机灵，没被他们得逞陷害成功。下一次呢？我不是危言耸听，都说只有千日做贼，没有千日防贼的。我不常在家，大个人实在不会把人往坏里想。老三有勇无谋，也不是个会算计人的。再碰到这样的事怎么办？爸，咱们分家吧。分家。柳三树恍惚了一下，看着妻子和女儿，低下头，似乎在想什么。好一会儿都没再说话。柳二哥与柳三哥对视一眼，难掩失望。他们把疼爱子女、爱护妻子是真，孝顺自己父母也是真，想让他点头同意分家，确实不是一句话就能办成的。柳二哥还想说什么，被刘母摇头制止。他爸，咱们不分家，你会保护我和孩子们不受欺负的，是不是？这是身为丈夫和父亲应该肩负的责任。爸，那你可要看好大房，大伯娘跟柳弯弯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还有呢，一定会为难我吗？我不会让他们欺负阿宁的。你奶说你妈我会拦着，她指使你妈干活，我帮你妈干。空间内，柳曼宁满脸惊喜，那颗被他死马当活马医的人参苗居然活了。他望向那口冒着凌凌烟气的灵泉水，这水竟然能让植物起死回生。这种违背科学的存在让柳曼宁有片刻的恍惚与不敢置信，但他随即想到自己的重生。既然他能重生，那灵泉水能起死回生，又为什么不能存在？柳曼宁满腔的激动与兴奋几乎要压制不住溢出来。高兴过后，柳曼宁意识到一个关键问题：前世的柳弯弯是怎么知道这手镯里的潜藏秘密的？除非他见识过手镯带来的福运与妙用，什么情况下他能见识过呢？重生，所以柳弯弯前世是重生的，而我重生在柳弯弯的前世，所以柳弯弯从一开始就奔着手镯与我交好的，从一开始就是想要我一家人的命，心思之毒，挫骨扬灰都不足以报我家破人亡之仇。柳曼宁攥着拳，明明在空间感觉不到疼痛，他却在想到家人的惨死时，疼得浑身颤抖，不能自抑，隐约听到父母和2个哥哥的对话。柳曼宁收回理智，重重吐出一口气。这一回换我保护家人，柳弯弯，我与他不死不休。晚饭时，刘老太果然因为柳弯弯的事为难刘母。家里白面吃完了，你去村头磨坊打些面回来，
煮一碗酸辣疙瘩汤给弯弯送去。柳二哥眸底微冷，柳三哥脸上顿现怒容。柳三树似乎没想到自己亲妈会连饭都不让妻子吃，脸上呈现出不敢相信的神色。妈，能不能等吃完饭，我跟阿宁妈妈一起去？不用你，半袋子卖，他又不是提不动，怎么我使唤不动你？妈，非要这样吗？你问问他，教出的好儿女都对弯弯做了什么？弯弯才多大？他们先是给他扣上小偷的罪名，再是根知青钻小树林，弯弯清白的名声被他教养出的好儿女败坏的干干净净，弯弯以后怎么活？妈，做错事的是弯弯，孩子们只是诚实的说出了事实，你不能这么偏心。我这条命是弯弯捡回来的，我就偏心他了。只要他一天是柳家的儿媳妇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他就得偿还他儿女犯下的孽债。我们怎么了？奶你还讲不讲理了？柳弯弯不偷小四的镯子，能被我们抓现行。他自己不检点跟展红雨钻小树林，想联手害小四被林婶他们看到，怪得到我们吗？不是你们逼他，他会想到铤而走险吗？这就是你们的错。柳三哥被这不要脸的话激得眼睛都红了。柳三树呆正原地，好像不认识刘老太一样，直勾勾地看着他。还能不能好好吃饭？不吃都滚！刘老太冷漠地盯着刘母，刘母拍拍柳三树，挣开他，提着半袋子小麦往外走。柳三树踉跄起身，走出饭桌2步，又顿住。他回头看了眼妻子辛苦做出来的晚饭，想到妻子一口都没吃到，又走回来，端起菜碗往空碗里扒了菜。这个菜妻子爱吃，这个菜妻子也爱吃，都扒了点，不一会儿就扒拉了一碗。他三叔，你把菜都扒走，我们吃什么？柳三树看都没看他，扒了菜又去拿馒头，白面馒头统共就2个，一个进了刘老头的肚子，还有一个是刘老太的。柳三树给拿走了。刘老太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没能拉下脸。柳三树这顿骚操作给柳曼宁看得只想笑，他给2个哥哥使了个眼色，3人飞快加了点菜，拿着窝窝头跑出去追柳三树跟刘母。刘母看到那个白面馒头，什么都没说，掰开分了柳三树一半。柳三树满眼愧疚，吃饭吧。谁都没提刚才发生的事，但柳三树显然有了心事。第2天天蒙蒙亮时，村里的大喇叭响了，看看，村民们注意了，村民们注意了，街道上面通知，街道上面通知，半个月后会有雷雨暴雨天气，半个月后会有雷雨暴雨天气。从今天起，全员进入小麦抢收阶段，全员进入小麦抢收阶段，请村民们听到铃声尽快下地抢收，时间不等人，时间不等人。现在公布抢收时间安排。吃过早饭，一村劳力乌泱泱的往卖场地头集合，几个副队长拿着小本子大声叫着人民分工，念到人民报了工分，村民立刻投入抢收。柳弯弯被塞了把镰刀，分去割小麦，腰割满8个公分。怎么这次要下地割麦？这我就不清楚了，你的分工是大队长特意点名的。阿宁，你负责监督、检查、记工分。好的，守军叔。你们这是针对我，我不服。不服去找大队长。找就找，记工分这活轻松，工分高。我伏低做小哄着柳荷叶说了不少好话，才拿到。柳曼宁凭什么坐收渔翁之利？柳弯弯瞪了眼柳曼宁，转身走了。他没去找大队长。荷叶姐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没话跟你说，走开。荷叶姐，手表的事我是冤枉的。你冤枉？都从你枕头底下搜出来了，你还冤枉？你是不是还想说偷手表的不是你，是只鬼？不是，荷叶姐，手表真不是我偷的。他抬眸，装作害怕的看了眼柳曼宁。柳曼宁，我好心给他打扫房间，发现了他偷的手表，想着先拿回去藏起来，再找机会给你的。谁知道被他发现，所以他才揪着我不放，让我当着那么多人念保证书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柳弯弯点头，想说什么被柳荷叶打断。行，那你发誓，如果说了谎，就一辈子穷困潦倒，还会嫁给山旮旯里的傻子当媳妇。怎么不改了？不是，荷叶姐，你是不是不相信我？你发誓我就相信，不然上下一张嘴，这么一刮打，我哪知道你俩谁说的是真话？柳弯弯怔了下，豁然抬头。柳曼宁也找你了，他说了什么？他找我说什么重要吗？柳弯弯，你拿我当傻子一样耍，是不是挺得意的？我没有，荷叶姐，柳曼宁他从小就不喜欢我，他说的话你不能当真。行啊，想让我不当真，你发誓，你偷我手表，害我们一家丢人都丢到隔壁大队去了。你以为喊一句冤枉把事情推到柳曼宁身上，我就会原谅你？滚，别逼我删你！柳弯弯被柳荷叶的气势惊得倒退一步，知道自己再不表态，就彻底失去柳荷叶这个助力了。他在心中权衡利弊后，迅速开口：荷叶姐，我发誓，如果我说了谎，就让我一辈穷困潦倒，还会嫁给山旮旯里的傻子当媳妇。那你可记住了。说罢，转身往卖场地头的树荫下走。见他不再敢自己走，态度也略有软化，柳弯弯微松一口气，跟在柳荷叶身后到了地头。你还跟着我干什么？荷叶姐，以前都是我记工分的，刚才守军叔把我的活分给了柳曼宁。啊，我让我爸分给他的，他帮我找回了手表，这是他应得的。手表是他偷的？
要不你去找我爸哭2声，看他会不会把活重新派给你。柳弯弯听出了他话里的嘲讽，知道他还没消气，再说下去怕也无济于事，心里又烦躁又恼恨。我都伏地做小成这样了，柳荷叶还拿瞧，也不知道柳曼宁胡说八道了些什么，真烦人！我一定要再找机会把手镯弄到手，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。柳荷叶瞧见柳弯弯脸色变化，冷哼一声：“要不是柳曼宁昨晚找我，恐怕还要再被柳弯弯诓骗。”柳荷叶奇怪地看向柳曼宁，这丫头是怎么知道柳弯弯会找她说这些话的？连柳弯弯的反应都猜得8、9不离10。柳曼宁察觉到柳荷叶的视线，回头朝她笑着招手：“荷叶姐，分工结束了，咱们得赶紧让社员们进入抢收。”柳荷叶唉了声，撵柳弯弯：“赶紧回飞你的脉拢去割脉。”看到两人的熟人，柳弯弯脸色难看了一瞬，又很快恢复。那我晚点再找荷叶姐说话。柳荷叶懒得再搭理他，转身走了。柳弯弯瞪了眼柳荷叶的背影，不甘心地朝分工的脉拢走。走过2个身强力壮且对他有意思的男青年身旁时，他又猛生一计，装作不经意被什么绊了一脚，惊呼一声，往男青年身上倒。弯弯小心点。柳生哥，我没事，我还有8个公分的脉要割，我不能倒的。说着，脚像断了一声惊呼，又倒回男青年身上，手还搂上了人家脖子。男青年的脸疼一下就红了。对不起，柳生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赶快回去割脉，那么多，我怕我割不完被阿宁扣分。说完，急急往自己脉拢走，一瘸一拐的模样看上去可怜极了。男青年皱了皱眉，快步走上去：“弯弯，我帮你割。”可是柳生哥自己还有10个公分的，帮你割完我再去割自己的，很快的。你先去地头树荫下歇着，等割完让曼宁那丫头来检查一下就行了。我都听柳生哥的，柳生哥你人真好。男青年耳尖都红了，拿着镰刀埋头开始割脉。柳二哥与柳三哥看完了全程。二哥，柳弯弯心眼子可真多，还是咱家妹妹好，她那脑瓜子可想不出来这么损的招。小四单纯善良，咱们当哥哥的得保护好她，绝不能让她再被人欺负，谁都不行。那当然，尤其是柳弯弯这死丫头。柳二哥看了眼跑着记公分的柳曼宁，又看了眼躲到地头树荫下乘凉的柳弯弯，舌尖抵了抵后槽牙。老三。柳二哥勾勾手指，柳三哥凑上去，兄弟俩密语了好一会儿。柳三哥笑眯眯地走到男青年身边，不知道说了什么。男青年脸色难看地瞥了眼柳弯弯，收回镰刀，回了自己的脉络。柳子腾说了什么？柳弯弯站起来，一瘸一拐地往男青年的脉拢走。柳生哥，你怎么不帮我割了？男青年割脉的镰刀顿了下，没回头，也没说话。柳生哥，是不是子腾哥跟你说我坏话了？子腾没说你坏话，我家里份的地多，割完这些还要帮我爸妈妹妹割，没空帮你了。他自己说帮忙割的，这会说反悔就反悔，那他刚才干嘛占我便宜？呜呜呜！听到他的哭声，男青年手中镰刀挥舞得更快，3、2下割出去好远。柳弯弯差点没气死。柳三哥嘿嘿直乐，柳二哥却看着朝柳弯弯走去的男人，眸色皱了。这展宏宇真是数苍蝇的，专盯屎堆。弯弯，柳生欺负你了。不用你管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我那天不该那样说。弯弯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想跟你结婚。你闭嘴！你拿什么跟我结婚？醉吗？我们不吃饭不住房吗？你连自己都顾不住，以后怎么养活我跟孩子？展宏宇怔了下，随即目光热烈地看着柳弯弯。弯弯，我就知道你那天说的话不是真心的，你也喜欢我的是不是？柳弯弯张嘴想反驳，但看到别人已经割出去很远的脉络，抿了抿唇。宏宇哥，我脚扭了，你能帮我把脉割了吗？当然没问题。展宏宇被柳弯弯似是而非2项话哄的，立刻点头就要应下。展宏宇，赶紧回来，再不回来记你旷工，今天1个公分都不记，过几天你也别想分粮食了。2人同时抬头看向说话的柳荷叶，柳荷叶旁边站着一脸微笑的柳曼宁，2人的神情同时一僵。弯弯，我先回去割我的，等我割完再来帮你。柳弯弯看了眼展宏宇的脉络，还没有柳生帮他割得多，等他自己割完得猴年马月。见他不说话，展宏宇只当他默认了，转身回了属于自己的脉络。柳弯弯恼恨地瞪着柳曼宁。弯弯姐，你再不割脉，我只能按规矩扣你公分了。那你呢？我去看看，说不定我能治好他扭伤的脚。柳荷也没明白他话里的意思，等看到柳曼宁的动作，眼睛瞬间瞪圆了，还能这么玩的？柳曼宁慢大步走过去，拎起地上的镰刀，没有任何征兆的刷一下朝柳弯弯扭伤的脚挥过去。柳弯弯猝不及防，吓得发出一声尖叫，身体也下意识地跳到一旁躲闪，谁知镰刀压根没碰到他，直接砸进他脚下的地里了。场面瞬间一静，随即一阵大笑从柳弯弯身后响起。柳生，这下信了吧？哟，感情刚才柳弯弯故意装扭了脚，好让柳生给他当免费劳动力呢。不想干活还想拿工分，好事全让他占了呗。人柳生媳妇都没说呢，他那手都搂到人脖子了，柳生脏了，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柳弯弯不想上工上演苦肉计，被柳曼宁拆穿，柳弯弯气急败坏，结果柳曼宁繁衍苦肉计教他做人。你这个贱人，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
见人骂谁？柳曼宁拽出镰刀，在手上转了一圈，抵在柳弯弯脸上。柳曼宁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弯弯姐不是喜欢用苦肉计吗？我也试试。柳弯弯心底陡然生出一股很不好的预感，还没等她消化柳曼宁的话，镰刀就到了她手中，而她的手正被柳曼宁握着，朝柳曼宁脸上划去。小四，柳弯弯你大爷！柳二哥与柳三哥脸色惊变，扔了镰刀冲上去救人。不远处看热闹的村民们也都吓到了，纷纷叫喊：柳弯弯，快住手！疯了吧他！我的天爷，这死丫头心怎么这么狠？那可是她亲堂妹，自己不干活还不让人计分圆说。柳二哥与柳三哥来晚了，柳生快他们一步，把镰刀从柳弯弯手中夺下来了。柳曼宁似乎吓坏了，要哭不哭的叫着：柳生哥、二哥、三哥。柳弯弯，你想死？我们三房记下了。我没有，不是我，是他自己。柳弯弯，够了！难不成曼宁还会为了嫁祸你，抓着你的手毁自己的脸？真的是他自己。曼宁不是你。柳弯弯，你真不要脸！平时小打小闹也就算了，你居然想划破曼宁的脸，你的心可真毒！我真的没有，柳曼宁，你害我！柳曼宁往柳生背后躲了下，柳生上前拦住柳弯弯，叫柳荷叶。柳弯弯在抢收期间搞破坏，耽误农活，装扭伤不干活，按规矩是不是要扣分？对，扣分。要不还是算了吧，万一弯弯姐只是跟我开玩笑呢？你有没有脑子的？他拿镰刀都要割你脸了，你还替他求情？本子拿来，我写。他心底莫名涌上一股子保护欲，像小时候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，扑棱着胳膊就想把没心眼的柳曼宁护在身后，刷刷儿笔记下柳弯弯的恶行。赶紧干活，割不完不许下工。柳弯弯气得白眼一翻要晕过去，柳荷叶举着镰刀像个恶霸。你敢晕，我就划花你的脸，还不割吗？担心自己不在，柳曼宁偷偷给柳弯弯放水，柳荷叶决定亲自盯。柳曼宁微笑着给了柳弯弯一个我赢了的唇语模式。你们都欺负我，看自己净耍萌蛾子，还有脸说别人欺负你，你脸可真大！赶紧干活，再不干活信不信到时候开学你连老师都当不了。荷叶姐，你不能，你试试我能不能？计分员的活只有这几天，忙过去就算了，老师的工作绝对不能丢。我才不要像村里那些妇女，为几个工分像条狗一样累死累活的从早忙到晚。我干！柳弯弯咬咬牙，拿过镰刀开始割麦。柳荷叶得意的哼了声，朝柳曼宁摆手。柳弯弯话到我名下，你不用管了。说完，半分不避讳柳弯弯，面露嫌弃的冲柳二哥与柳三哥说道：你们这俩哥当的可真行，你们妹子都被人欺负成这样了，你们眼睛是瞎了吗？都不知道护着的。照是我妹被欺负，我上去先给一巴掌。荷叶妹子说的对，是我们的错，我们以后一定保护好小四。柳荷叶什么时候跟我们家小四关系这么好了？谢谢荷叶姐，荷叶姐你人真好。错，该干嘛干嘛去。到了晚上，柳老太见柳弯弯一直不回家，赶到地里帮着把剩下的割完，才把人救出来。到家后，柳弯弯给柳老太看自己掌心的水泡，柳老太心疼的拿针给她挑水泡，柳弯弯哭着喊疼，疼也得忍着，不挑破明天你这手就废了。等挑完水泡，柳老太才准一家人吃饭。柳老头早吃完回了房间，饭桌上只剩下大房与三房。柳老太夹了一片肉到柳弯弯碗里，吩咐柳二哥与柳三哥：弯弯明天的麦垄，你们帮着割。不帮。弯弯也是你妹妹，小四当她是姐姐，我们才拿她当妹妹待。可惜她不知道珍惜，奶也别说什么一家人的话，奶为了她欺辱我妈，我们也不是瞎子聋子。你就是这么教孩子的，让他们因为你兄妹不和。妈，你就护着他吧，你看看因为他家里乱成什么样了。妈，家里乱成这样不是阿宁妈妈的错，您揣着明白装糊涂。你知不知道村里人现在怎么说弯弯的？要不是他们揪着不放，弯弯怎么会？柳三叔直直看着柳老太，柳老太被他看得又气又心慌，最后败下阵来。算了，弯弯也不是没自己的亲哥哥。妈，我家老大、老二忙着挣钱呢，哪有功夫割那2垄麦？那你替弯弯割，我自己还有几垄，还得回来做饭，哪还有力气替他割？妈，还是让弯弯自己割吧，她以后嫁了人也是要干这些农活的，不然找婆家会被骂的。柳老太蹙眉瞥了眼大儿子，又瞄了眼争抢着给柳曼宁夹菜的3儿子和2个孙子，心口堵得更难受了。曼宁那丫头的爸跟哥哥，生怕他们闺女妹妹干活累着，恨不得什么都帮她做了。怎么到大儿子这，弯弯就得下地干那些苦活累活？弯弯也是有爸跟哥哥的，真是人比人，得气死！把玉堂跟玉清叫回来，明天替弯弯上工。大伯娘张嘴想说什么，柳老太瞪着他，要么你去，要么让他俩再别回家。回，明儿个我就让他们回来。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。柳弯弯为了拿到柳曼宁的陪嫁手镯，竟然花钱让自己大哥去偷。第二天吃中午饭，大房2兄弟才赶回来，听到要他们替柳弯弯割麦，大哥柳玉堂翻了个白眼，他有手有脚的，替什么替？没空。大伯娘知道指望不上大儿子，看二儿子柳玉清，柳玉清看大哥，妈，你确定要老二留下来？他现在可是熟手，下井一趟少说能挣2块钱，要不奶把这钱出了。
我让老二留下来替你宝贝孙女。婉婉是你们亲妹妹，我们还是他亲哥哥呢。我们该娶媳妇了，得赶紧挣钱存钱讨婆娘。刘老太气得不知道说什么，叫带伯娘，让他们下午准时上工。妈，伯奶这是想干啥？一个丫头片子又不能传宗接代，也不知道她疼个什么劲儿。柳弯弯抿了抿唇，没说话。柳玉堂瞅了眼柳弯弯，妈，京城那边是不是要来信了？柳弯弯心一紧，警铃大作。快了吧，我算算，还得10来天。咋了？妹儿，大哥手头有点紧，把你手里的钱给大哥先用用呗。柳弯弯摇头，大伯娘一巴掌拍过去。你手里捏那么多钱想干啥？你以后嫁了人，可还要你大哥他们帮衬的，赶紧把钱拿出来。南楼哥寄来的钱一大半都被你贴补姥姥家和大哥了，我手里那点钱是要攒着以后当嫁妆的，我不能让南楼哥家里人瞧不上的。你小时候你老少抱你了吗？你个没良心的，给你老几块钱也斤斤计较。再说你以后嫁过去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，给你哥哥点钱怎么了？白眼狼还能指望你干什么？那可是你亲大哥。柳弯弯，你想好了，你不给钱，我们可就去找柳曼宁要了。你说他要是知道你……大哥，柳曼宁要是知道了，我落不着好，分给妈那2/3的钱也会没有，你从妈那里也再拿不到1分钱。没了就没了呗，大哥算过，你手里存了不少，我只要150块钱，够人一帮。柳弯弯气得磨牙，好一会儿才喘了口粗气道：“钱给你也可以，我有2个条件。跟大哥讲条件。第一，抢收期间的麦子大哥的帮我收。第二，我要3婶儿给柳曼宁的那个陪嫁手镯，大哥要的150块钱，我会先给50，等手镯到手，我才会给剩下的100。我要是不答应呢？那大哥去找柳曼宁说吧。哎呦，学聪明了。跟你哥还耍心眼子，让你拿钱就赶紧拿钱。柳弯弯一声不吭，与柳玉堂对视。行，大哥答应你，你二哥帮你哥卖，我负责偷手镯。成了，只要手镯到手，我就能离开这鬼地方了。赶紧拿钱去。大伯娘推了柳弯弯一把，柳弯弯踉跄着回了自己房间，不一会儿拿着一个手帕回来，递给柳玉堂，打开，里面是整整齐齐5张10元的票子。好妹子，准备好剩下的100，等大哥的好消息。柳弯弯点头，等柳弯弯出去，柳玉堂啧了声，这死丫头也不知道把钱藏到了哪，怎么找都找不着。行了，等她嫁到京城，你们要多少钱没有？别把她逼急了。现在要个钱都这么费劲，真嫁了人还不知道是什么熊样。大哥，咱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？哪不好了？丫头片子本来就是外人，早晚要嫁出去的，到时候还是咱们哥俩相互扶持，你可别在这给我犯糊涂，老实听我的话就行了。戴伯娘看着二儿子就有些脑壳疼，都怪柳大山，老二全随他了，屁都憋不出一个。柳弯弯怎么说动他们兄弟割脉的？柳曼宁不关心，他现在比较关心他空间里的人参苗。才几天功夫，人参苗肉眼可见的壮实了。从空间出来，柳曼宁找到一根玉米棒，掰掉玉米粒，挑圆润饱和的拿到空间，浸泡过灵泉水后，在地头整理出一小片地方，准备育苗。吸收了灵泉水的玉米粒，几乎在他种下没多久就开始发芽了。玉米苗长势喜人，柳曼宁又是授粉又是浇水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小半个月后，玉米棒子竟然长成了，3分地种出来的玉米，收起来堆到地头也不少。抢收结束，有一天休息时间，柳二哥要回镇上，柳曼宁背上小背篓蹭车跟着去了，却不知道他前脚出门，柳玉堂后脚就跟了上去。柳二哥余光瞥见后面的人影，皱了皱眉，不动声色地加快速度，把人狠狠甩了个没影。柳玉堂骂了句脏话，想作罢，但想到那100块钱，又跟了上去。柳曼宁那屋，我逮着机会去了几次，犄角旮旯都没放过，愣是没找着柳弯弯要的手镯，所以我决定直接找柳曼宁当面要。当然，柳兰州跟刘子腾这俩人是肯定要避开的，凉西皮的，一个赔钱货。三房那仨兄弟跟神经病一样护着，小时候没少因为欺负柳曼宁被这俩人按着揍，老实成那样的老大柳玉根还放哨看着人让他们揍，妈的，想想就一肚子窝囊。真是门缝里看人，把人看扁了。柳曼宁拿着用空间灵泉水种出的玉米去国营饭店卖，结果那里的服务员骂他是泥腿子，气得柳曼宁分分钟教他做人。柳玉堂憋了一肚子气，紧追快赶，还是把人跟丢了。被柳玉堂惦记的柳曼宁费了老大口舌，才让柳二哥放弃带他回家的念头。记着别乱走，中午到点去二哥家吃饭，我去国营饭店买你喜欢吃的猪肉大葱饺子。二哥记得买二嫂喜欢吃的红烧肉。我自己媳妇还需要你操心。柳二哥看了他一眼，有些好笑的拍了拍妹妹的头。去吧。柳曼宁摆摆手，背着小背篓转身跑了。70年代个体经济还没实施，黑市风险大，所以我把首选地定在了国营饭店。我得赶在二哥去国营饭店前把玉米推销出去。他想了一路怎么说服国营饭店的大师傅，毕竟玉米这东西再过几个月遍地都是，现在的卖点就是个反季。到国营饭店时才过9点，已经有人在门口排队了。柳曼宁挤到前面去敲门。敲什么敲？还没10点呢，等着。我不买东西，我卖东西。不买。小姑娘，你去后门，他们大师傅一般在那收货。谢谢大爷。柳曼宁挤出人群到国营饭店后门，后门虽然开着，却一个人都没有。
请问有人吗？他在门口喊了2声，只听到里面摇货空连的说话声，不见有人出来。他想了想，走了进去。现在什么季节？麦收，上哪给他们找玉米去？刘曼宁耳间听见了一些。不管怎么说，上面下达了任务，我们就要克服困难去完成。师傅，我们不是不完成，是实在没有办法啊。是啊，赵师傅，这附近村子我们都托亲戚朋友问过，没人种玉米。这不是瞌睡送个枕头，正是时候吗？他抬起手想敲墙，发出些声响引起他们注意，就见把他关在门外的那个女孩子出来了，看到他，眼睛瞬间更大。都跟你说了不买，你怎么还闯进来了？我出去，靖哥这耽误事儿。我听到你们说需要玉米，你还偷听我们讲话，信不信我报公安把你抓起来？你是大师傅吗？买不买东西你能决定，不能做主就让开，我找大师傅谈。说完，绕过女孩子往里走。女孩子见状，气得一把抓住柳曼宁的胳膊往外拉扯。反了你了！我说不让你进去就不让你进去，抽你腿子！你给我滚出去！怎么回事？拉拉扯扯的像什么样子？赵云之还不松手！女孩子抬头叫了声大伯，恨恨瞪了柳曼宁一眼后甩开。柳曼宁看到中年男人与女孩子有些相似的眉眼，心里咯噔了一下。怪不得这女孩子有恃无恐，原来饭店的大师傅跟她有亲戚。赵师傅，我听到你们需要玉米，我这里有。你说什么？大伯，你别听他胡说，现在玉米苗都没秧出来，他哪来的玉米？肯定是骗子。柳曼宁懒得再废话，放下背篓，从里面掏出一根没剥皮的玉米棒。中年男人惊呼一声，忙扑过去接。我能剥开看看吗？把玉米叶子剥下，露出里面饱满的玉米粒，激动的眼睛都红了。可算是找着了，这些日子吃不下睡不好，就怕把这个任务给搞砸了，这下总算能松口气了。小姑娘，你这玉米棒怎么卖？柳曼宁看看女孩子，女孩子一张脸憋得通红。你看我干什么？不卖了。你故意的。柳曼宁伸手拿回玉米，背起背篓转身就走。小姑娘，别走啊！大伯，他故意的，他报复我刚才骂他。你给我闭嘴！中年男人在迟钝，这会儿也反应过来了，肯定是他这个侄女嘴上没好话惹恼了人家小姑娘。小姑娘，你先停下来，咱们有什么话好好说。柳曼宁停下墙上写着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旁，问中年男人：赵师傅，咱们国营饭店是为人民服务的饭店吗？这是自然。他扒拉我，骂我泥腿子，对我呼来喝去，您觉得他这是为人民服务的样吗？赵云之，过来给小姑娘道歉。我不要。过来道歉。回家你自己选。大伯，我才是你侄女，你帮着外人欺负我。混账东西，不知道我这个大师傅的位置被人盯着，完不成任务就做到头了吗？快点。对不起。你要多少？4不6根吧。本来8分，现在1毛。赵师傅忙掏出6毛钱，两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玉米拿到手，他重重吐出一口气，这回我大师傅的位置才算稳了。再看眼前的小姑娘，想到她方才的幼稚，有些好笑。小姑娘脾气有些大，以前受欺负狠了，现在一点欺负都不想忍。赵师傅运气真好，我的运气也好，虽然有点小波折，好在开门红了，可是剩下还有1000多根呢，去哪里卖呢？要不去黑市碰碰运气。看他走远，赵师傅收了脸上的笑，教训侄女：跟你说过多少遍，态度端正，不要动不动就瞧不起人，你是拿脚后跟听的吗？人家供销社的售货员也这样，又不是我一个。这是最后一次，再有下次，你回去换你弟弟来。你爸一直想让你弟顶你的位置。柳曼宁在街上晃悠了一圈，在一处狭小的巷子口看到了2个像门神一样的男青年。看到他，先是满眼警惕，再看到他背着背篓，神态肉眼可见的放松下来。小姑娘，买东西。卖东西。男青年对视一眼，其中一人伸出一根手指，1毛钱。收费的。只收一次，下次你来就不收了。放心，不白收你的。检查的来了，我们会通知你。柳曼宁朝里张望了一下，巷子尽头还得往里拐，什么都看不到，人都在里面。他犹豫了下，掏出还没捂热的1毛钱递过去。去吧。两人让开路，柳曼宁快步进了巷子，拐过去，果然如两人所说，里面有蹲着卖东西的，也有挎着篮子买东西的。柳曼宁找了个角落，把盖在背篓上面的布掀开一点，露出玉米棒。哎呦，这是玉米，这个季节就能种出来，倒是了不得。小姑娘，你这玉米怎么卖？柳曼宁比了个8分钱1根，油条才4分，你这能买2根油条了，有点贵啊。女人摇摇头，站起来，真是做贼的遇见截路的，赶巧了。柳曼宁卖完玉米，路过邮局，想着买些邮票，正好碰见柳弯弯在取柳曼宁的包裹和汇款单。你这样点价，说不定就有人买了。柳曼宁摇摇头，我这个玉米有隐藏福利，8分已经是含泪大甩卖了，再少可就太对不起浇下去的灵泉水了。柳曼宁又等了一会儿，眼瞅着太阳正南，收拾了背篓，准备去2哥2嫂家。方才嫌贵的女人又转了回来，给我捡5根，4毛钱是吧？是，给你。真是贵，过几个月1毛钱能买上几根，非要现在吃。阿姨，我家的玉米跟那些玉米不一样，你放心吃，不好吃你下回来找我退钱。真的还能退？
别的自信没有，对灵泉水自信大大的。那行，好吃姨再来买。柳曼宁抓着机会给女人说了几个玉米的做法。平时都是煮玉米棒子吃，今天回去试试你说的这几个，咱们也学京城的人，吃个鲜。被柳曼宁做法吸引过来的买家也跟风一人买了2根。柳曼宁又待了半个多小时，出来时算了笔账，统共卖出去53根，前面6根是1毛1根，后面的都是8分1根，总共赚了4块3毛6，去掉黑市入场费，纯盈利4块2毛6。要是这1000多根都卖了，那少说也有80块钱，顶二哥2、3个月的工资了。关键这些都是无本投资。柳曼宁一路走一路算，路过邮政局时，突然想起一件事。貌似60、70年代的邮票后面都很值钱，那个卖出天价的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邮票是哪年发行的来着？没想起来，算了，过去问问。山河一片红早就不发行了，没有。那现在有什么？有的多了，你都买嘛？小姑娘想好再来排队。我都买。你确定都买？柳曼宁掏出刚卖玉米得来的4块钱，这些钱全买上，整套买。你买这么多邮票干什么？工作人员接过钱，按照价格挑了几套完整的，递给柳曼宁。我外婆是共产党员，我妈孝顺，就想买些邮票给外婆做个念想。怪不得你一来就问山河一片红，那张邮票68年发行当天就没了，怕是不好买。我妈托了省城那边的朋友再问，也是没有。阿姨您贵姓呀？柳曼宁接过邮票，从背篓里掏出1根玉米塞过去。我过段时间再来，你这边如果有山河一片红的消息给我留着，我多出钱买都行。工作人员要拒绝，柳曼宁眼圈一红。我外婆年龄大了，我妈老想着帮她圆这个梦。工作人员脑补了一下，拿着玉米塞进了自己手提包。我姓周，你放心，有消息我一定给你留着。谢谢周阿姨。柳曼宁来了吗？柳曼宁倒是缺你的包裹和汇款单。柳曼宁愣住，下一秒，一道更熟悉的声音从等待取包里的人群中响起。来了，柳曼宁来了。柳弯弯，他怎么会在这？看他挤过人群，与工作人员沟通交谈，取包裹拿汇款单，熟练的模样仿佛经历过无数次。柳曼宁心头的困惑更甚。没听错的话，刚才工作人员叫的是我的名字吧？柳弯弯顶着我的名字取我的包裹和汇款单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柳曼宁微微眯起眼睛，看着柳弯弯取完包裹去汇款兑窗口兑汇款单时，才跟着取包裹的人潮挤到柜台前。同志你好，我是刚才那个取包裹的女同志的妹妹，我姐说有2个包裹，你给看看单子是不是漏了一个？工作人员一听，忙掏出包裹单查看。没错，包裹单上只有1个。我能看看吗？我怕我姐待会儿骂我。看完还给我就成。柳曼宁接过单子让了下位置，方便后面的人继续取包裹后，才认真打量包裹单。如他所想，收件人一栏清楚明白地写着他的名字，预审工程镇柳曼宁几个字，更指明了这就是寄件人寄给他的包裹。柳曼宁一头雾水，谁给我寄的？他视线下滑，落在寄件人名字上，看到陌生的人名时，更是不解。玉南楼，这是谁？柳曼宁搜寻了一下自己的记忆，确定自己前世今生都不认识一个叫玉南楼的人。柳弯弯为什么顶着我的名字，领一个陌生人寄给我的包裹和汇款单？他记下寄件人姓名和地址，把包裹单递还给工作人员时，想了想，试探地问了句：同志，我们下次什么时候来取？包裹单和汇款单还一起领吗？你姐那个1个月一次，下个月还这时候来就行，一起不一起可说不好。这种熟忍度，绝不是收寄包裹3、5次就能让人记住的。柳曼宁有了些底，笑着道了谢。兑换汇款单的窗口在大厅角落，同样围了不少人。柳弯弯正排到窗口下，柳曼宁寻了个能看到柳弯弯，柳弯弯看不到他的视线死角。很快轮到柳弯弯，只见他熟练地把汇款单递过去。同志，我取钱。小同志又来取钱呀？你这个对象可真不错。对象？柳曼宁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柳弯弯却一脸害羞地低下了头。给50块钱，你数数。50，快赶上二哥1个半月的工资了。看着柳弯弯走出去，柳曼宁开始往窗口走，想用刚才的办法再查一些有用的线索。还没等他开口，就听窗口2个女工作人员一边工作一边闲聊。这小同志的对象给他汇款有好几年了吧？3年多了，先开始是30，后面一直是50。哎呀，可真是有钱，这都有咱们2个月工资了。谁说不是？我听说每个月还会寄东西回来，大包小包的没少寄。你说我家那个木头疙瘩，当兵那会除了寄钱什么都没寄。我家那个还不是一样。柳曼宁快步走出邮局，没再继续跟，转到往供销社走，在里面买了2瓶罐头，1袋红糖，到二哥二嫂家门口，抬手敲门。安宁来了，快进。重生回到80年代，堂姐顶着我的名字取我的包裹和汇款单被我发现，拿着我的包裹，拿着我的钱，还想顶替我嫁到京城，重活一回，我怎么可能让她如愿？安宁来了，快进来。略带稚气的脸上迎着温柔的笑容，连声音都带着熟悉的笑意，与前世那个因二哥去世丧失活下去意愿，最后只剩骨头架子的二嫂截然不同。柳曼宁有一瞬间破防。二嫂，怎么了？李芳华清澈的眼中立刻盈满担忧，一手安抚地拉着柳曼宁往屋里带，一边扭头叫人：兰州哥，你快出来，安宁被人欺负了。怎么回事？
碰到柳玉堂了？没有，就是好久没见二嫂，有点想她。我也想阿宁了。你们2个洗手吃饭。姑嫂俩对视一眼，都笑了。趁李芳华去洗手的功夫，柳曼宁弯腰把背篓里的东西拿出来。二哥，二嫂有点贫血，这红糖你每天给她喝1碗。柳二哥扫了眼他买的东西，斜眼看他。嘻嘻，总不能2个肩膀提个脑袋来吃饭吗？柳二哥瞪了他一眼，柳曼宁被瞪得有些莫名其妙。吃完饭，柳曼宁还想出去转，把空间留给夫妻俩，又被柳二哥瞪了一眼。等着。然后搂着李芳华进了房间。柳曼宁并不好奇里面发生了什么，可这俩人，一个眼中水光潋滟，唇色艳红，一个故作无事，掩耳盗铃。我真的可以回避他。回去的路上，柳曼宁几次想提在邮局碰到柳弯弯的事，但又想自己先确定一下，纠结了一路。柳二哥显然也有心事，到家门口问柳曼宁：“你买的东西呢？”二哥瞪我给瞎忘了。柳二哥单脚踩在地上，半转身看他。柳曼宁冲他嘿嘿2声，正要继续湖州，余光忽然扫见2个人，眉开眼笑的大伯娘正掐着一脸苦巴巴的柳弯弯往外走。二哥，我今天路过邮局时，听到里面有人喊我的名字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柳二哥敏锐地发现，柳弯弯与他妈几乎同时停下了脚步，看了过来。他微拧眉，目光微垂，询问般看着柳曼宁。柳曼宁给了他一个配合自己的眼神。大伯娘这么开心，是捡到钱了吗？胡说啥？我上哪捡钱去？又没人给我们家寄钱。柳弯弯听到自己亲妈的话，余光在瞥见2兄妹像知道了什么的眼神，背后冷汗直冒。那不是让咱们去找牛婶拿菜种吗？咱们赶紧去吧。拉我干什么？我又没说什么。迟了哪会说的？柳弯弯没办法，只能搬出柳老太。大伯娘瞪了他一眼，哼了声甩开柳弯弯走了。柳弯弯眸底掠过一抹厌恶，咬了咬唇，朝兄妹俩干干一笑。兰州哥、曼宁，你们赶快回家歇着吧。兄妹俩谁也没理他。柳弯弯闹了个没趣，正要走，迎面走过来几个村民，他立刻抬头，似受了什么委屈要哭不哭的看了几个村民一眼，转身走了。这是咋了？柳二哥眸色微凉，柳曼宁扫了眼柳弯弯的背影，抬手捂住脸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。二哥，弯弯姐怎么可以这样？咱们村拿不到先进秋收就没拖拉机离地了。他干了啥事能影响咱们村先进？弯弯怨恨小四，说我们给大队长送东西抢了他的积分员，他要报公安。可怜我家小四清清白白一个人，被他这么冤枉。啥？这妮子胡咧咧啥？谁规定积分员只能他干了？那他刚才摆出一副你们欺负了他的模样干啥？你说干啥？这妮子心眼都长歪了。走走走，赶紧去找大队长说说，可不能让他毁了咱们村的先进。就是，都等着拖拉机离地，那玩意突一下地，一袋烟的功夫就能离上几亩，可比老黄牛快多了。等几人走远，柳二哥轻敲了下柳曼宁头顶。放下吧，人都走了。说说你刚才提到的邮局是怎么回事？回屋当3哥面一起说。什么？玉南楼，你听真切了。我看过邮寄的包裹单和汇款单，是这个名字没错。可是咱们家不认识叫什么玉南楼的人啊。咱也祖上8代平东，咱奶以前虽然是小地主家的小姐，可她是独生女，外头也没什么亲戚。所以你刚才是故意试探柳弯弯的？我想精了她，从她的反应中找一些有用的信息，比如玉南楼到底是谁？二哥，你看大伯娘的反应，她明显是知道这件事的。老三，这几天我们多留意他们母女。放心好了，他敢顶着你的名字取一个陌生人寄给你的东西和汇款，就要做好被我们锤的准备。谢谢二哥，谢谢3哥。突然院门嘎吱一声响了。柳曼宁快步走到门口，从缝隙中看到柳弯弯母女一前一后回来。他等了一会，才轻手轻脚打开门，端了一簸箕玉米粒，避开大房的视线，坐到柳弯弯那屋的窗户下分拣玉米粒。二哥，小四这不会被抓现行吗？柳二哥看着淡定自若的妹妹，若有所思。钱呢？你抓疼我了。疼什么疼？赶紧把钱拿出来，别想一个人独吞。你抓着我，我怎么拿？柳弯弯转了个身，从内裤兜里拿出3张10块的，正要提上裤子把钱给大伯娘，鞋底里忽然伸出一只手，不但抓走了那30，还把他内裤兜留的那20也抢走了。柳弯弯一把抓住大伯娘的手，去抢那20块钱。说好的给你30，这20是我的。放手！你大哥那急用钱，先把这钱给他用，怎么了？说好的拿到手中我再给钱的。妈，你不能这样。我就这样，我告诉你再跟我抢钱，信不信我大叫把3房的人叫来，告诉他们柳曼宁今天在邮局听到的是真的。真是人比人气死人。堂姐顶替我的名字，取我的包裹和汇款单被我发现，柳二哥和柳3哥忙帮我查清真相，而堂姐1分钱没捞着不说，还被大伯娘和哥哥当成了赚钱工具。我就这样，我告诉你再跟我抢钱，信不信我大叫把3房的人叫来，告诉他们柳曼宁今天在邮局听到的是真的。柳弯弯不敢置信地瞪着大伯娘。行了，我就要你这一回，下回的钱还给你留20。你好几次都这么说。柳弯弯被他推坐在床上，眼睛都气红了。柳曼宁看到你取钱了，看见你了没？问你呢。我不知道。
我没看见他。要你有什么用？下回小心着点，真被他逮个正着，你就当不成京城人了。你哥他们还等着你嫁人跟你去京城呢。说完，揣着钱喜滋滋走了。柳弯弯有气无力地看着窗外。为什么都是女儿？柳曼宁的爸妈个个都护着她，你们吃着我的肉还拖我后腿。柳曼宁端着簸箕回屋，把母女俩的对话简单说了。也就是说，那些东西的确是寄给你的。我知道了，你把对方的地址和姓名哪几个字告诉我。得到了地址，柳二哥起身朝外走。二哥，你要干嘛去？去镇上发电报。邮政局。柳二哥排队到电报窗口，把钱递过去，报了地址和姓名。同志，我发4个字，弯顶慢加不再加3个字，你是谁？同志，需要加急吗？柳二哥摇头。工作人员接过钱，跟他核实了地址和姓名。2到3天对方会收到。3天后，京城郊外国家某处保密级实验室，一封电报送到玉南楼的临时卧室。同事发现他不在房间，随手放在窗户旁的书桌上。等他关门离开后，一阵风卷进来，好巧不巧的把电报扫落到桌腿旁的垃圾桶内。与此同时，柳山凹开始了新一波的下重劳作。柳曼宁又分到了计分员的活，柳弯弯又被大队长点名得了个封土的活。他还想故技重施，让柳玉清帮他干活。柳玉堂不干了，干活可以，再拿50出来。妈把我这次的钱都抢走了，还不够你花吗？这话说的，你什么时候见我的钱够花过了？要么拿钱，要么你自己干。兰州哥跟紫藤哥从来没要过柳曼宁的钱。那你去当他们妹妹，看他们要不要你。为什么柳曼宁的哥哥不是柳玉堂这种烂人？我没钱了。骗谁呢？你每次留20，一年就200次，3年半就小1000了。妹儿，再给大哥拿50，大哥翻了本给你攒起来当嫁妆。你又去赌？柳弯弯险些尖叫出来。柳玉堂一把捂住他的嘴。小声点，你拿钱，我让你二哥继续帮你。你8个公分，这么多地种下来，连晒带蹉跎可就成村姑了。人京城的还能看上你吗？柳弯弯神情一顿，柳玉堂知道自己拿捏到位了。50块钱，再加柳曼宁的手镯，你不是想要吗？最迟半个月，我肯定让你带上，怎么样？我不信你，他永远有用不完的方法骗我拿钱，前世今生都这样，我不会相信他的。柳玉堂嘿了声，左右瞅了瞅，一把掐住柳弯弯的脖子，满眼戾气。贱皮子，给你点好脸色，你真他娘的当自己是个东西了，给不给？大哥，你干什么？别吓着弯弯。柳弯弯捂着脖子，猛咳了2声，虽然只是短暂的被掐了10秒不到，但那股窒息感让柳弯弯心口产生了明显的痉挛。他看向柳玉堂的目光，怨恨中掠过一道极轻的杀气，一闪而逝。拿钱，赶紧的！这是最后一次，大哥记得把我要的手镯拿回来。那是当然，大哥说话一向算话。地里的活交给你二哥，你就在家等着大哥的好消息。大哥上次也这么说。赶紧的，别耽误上工。妹，走，咱们回家拿钱去。他伸手拽住柳弯弯的手腕，不容拒绝地拉着她往回走。回到家，他还要跟进房间。柳弯弯表示了坚决拒绝，再进去就不给他钱的威胁下，才阻止他进屋。飞快拿出50块钱，他把剩下的钱刚藏好，柳玉堂就推门进来了。柳弯弯忙站起身，谁让你进来了？不进来我怎么拿钱？柳玉堂瞥了眼他刚才蹲的位置，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转身走了。柳弯弯狠狠瞪了眼他的背影，跑过去把门关上，拉长凳堵好，把钱拿出来，换了个地方藏。田地里看到给柳弯弯干活的又是柳玉清，柳三哥啧了2声，一边铲土一边问柳二哥：电报都发出去3、4天了，怎么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？再等等，可能对方还没看到。对，我就是看他们不顺眼。柳玉堂那狗东西肯定没憋好屁，柳弯弯又是个黑心肝的。你说大伯那么老实的一个人，怎么生出来这么2个不是东西的玩意儿？估计都随大伯娘了。二哥，你说这玉南楼会不会是咱们认识的人，在咱们村下放了知青？不等柳二哥回他，喃喃自语的继续说着。可下到咱们村的知青也没姓玉的啊，往前推个10年20年也没听过这个姓的家族。二哥，你还记不记得咱们村以前有对逃荒来的小夫妻，带个跟咱们差不多大的小男孩，还喝过咱妈的奶？记得，那男孩姓宋不姓玉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叫宋义清，那还能是谁？再远就是镇上了，小4的高中同学有这个姓的。柳二哥摇头，柳三哥一铁锨铲出一个坑，真想抓住柳弯弯问问对方到底是谁。不管是谁，我们都是有利方。老三，下重结束我回镇上，你跟我一起去吧。啊，我去干什么？不赚工分没粮食分。家里没上工的不止你一个。再说你是去干正事。什么正事？我跟你二嫂小叔出去开会的时候，认识了一个培训拖拉机的师傅，你先去跟他学学，把证拿到手，等咱们村的拖拉机分下来，你去开。真的，二哥，我能去开拖拉机？只要能吃苦，跟人家学会了，肯定能开。到时候村里就老三一个会开拖拉机的，谁也抢不走这名额。